明弘治16年10月，浙江宣平县城徐府的第2个儿子出生了。这个孩子的命运相当坎坷，甚至可以用离奇来形容。他刚刚周岁时掉入了枯井，5岁时又失足掉下悬崖。就是这样从小便经历死亡威胁的孩子，在长大成人之后，将走进大明朝权力的漩涡，在这波云诡谲的庙堂之中，写下属于自己的一笔。他是清流的领袖，击败严嵩的英雄，他也是上海的大地主，占地20余万亩。他可以是阳明心学的传人，也可以是复杂到极点的政治家。当年这个大难不死的孩子名叫徐阶，徐少湖。此人颇具正义，功过是非，就让我们用几期节目的时间梳理徐阁老一生的故事，领略他不一样的传奇人生。徐阶仕途的起点应该说是在华亭，因为在华亭他遇到了一个人，改变了他的一生。此人就是新科进士聂豹。正德15年到华亭任职知县。此时的徐阶在1年之前刚刚经历了乡试的落榜，还只是一名小小的秀才。聂豹在为官之余，喜欢到县学与学子们切磋学问，谈天说地。就这样，徐阶和聂豹认识了。这一年，徐阶只有18岁。两人交谈之余，徐阶慢慢发现，这聂文蔚的谈吐远远不是一个小小县令的水平。他所说的话，所讲的学问，看似离经叛道，却将万事万物都包容其中。聂豹为徐阶展示了一个超脱了现实的全新世界。徐阶大受震撼，决定拜师聂豹。正是这次拜师改变了徐阶，让他变得与众不同。在之后2年的学习之中，聂豹也给徐阶讲述了一个龙场悟道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正是王守仁。徐阶就这样成了阳明先生的再传弟子。但此时的徐阶还没有真正的理解什么是致良知，什么才是知行合一，只能带着疑问继续前行。时间来到公元1521年，明武宗驾崩，兴献王朱厚熜藩王入京，继承大统，史称嘉靖皇帝。同年，徐阶中举。嘉靖2年，徐阶前往北京，与全国所有的举子们争夺最后的席位。徐阶的文章大受赞赏，高中探花。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给了他一句评语：此少年名位不下我辈。探花徐阶的前景一片光明，荣华富贵正等待着他。排名靠前的考生通常会进入翰林院，这里是大明帝国的中心，这是很多人一生都不曾触碰的高度。他的父亲感慨万分，因为其一生为官也只是个8品县丞。他为徐阶说了媒，为他讨了个漂亮媳妇儿，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人生4大喜事，徐阶就占了2样，风头一时无两。嘉靖3年，徐阶回京任职，被封7品编修，仕途正式开始了。但前路漫漫，远不是22岁的徐阶能够看清楚的。没有人是一帆风顺的，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打乱你的部署，改变你的人生。就像《三体》中常伟思对汪淼说的那样，你的人生中有重大的变故吗？如果没有，那你的生活是一种偶然。嘉靖3年8月，刚刚在翰林院开始工作的徐阶接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他的父亲去世了。徐阶是个孝子，他立刻回家为父亲守孝3年。嘉靖9年，徐阶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变故发生了，这一次他将失去他的一切。此时的朝廷正是张聪与夏言斗争的高峰期，当时已是内阁首辅的张聪学士，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上书皇帝要剥夺孔子的封号，大承制圣文宣王，改成先贤先儒，并且不用塑像供奉，改为牌位。嘉靖皇帝下令让儒臣们商议此事。皇帝是何等的聪明，剥夺孔子封号这种事情怎么能首辅上了一道书我就同意了呢？孔子可是天下文人学习的楷模，自然要由这帮文人去议定。翰林院的文官们无人敢发言，因为他们谁也不想成为张聪和夏言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此时徐阶站了出来，作为一个年轻的翰林，正义感涌上了他的心头。怎么能够让孔子变成政治的工具呢？
他也写了一道书驳斥张聪。张聪看到徐阶的文章气得不行，你一个七品编修竟然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他将徐阶叫到朝房，与其当面辩论。徐阶说道，高祖皇帝朱元璋将5月4毒的封号都革去了，就是不革孔子的，为什么？张聪回道，这是高祖年轻时候做的事情，不能当作依据。徐阶辩道，高祖皇帝谋定天下之后定的礼仪，你说他年轻也对，你替圣上大礼义的时候40多岁了，确实可以说高祖皇帝年轻。张聪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玩味地说道，你竟然敢背叛我，这话说得很重。因为当年徐阶科考之时，张聪已是翰林学士，在理论上是徐阶的老师，徐阶的做主。背叛生于依附，我从未依附过你，怎么能称得上背叛呢？徐阶话说完，没等张聪反应过来，行礼走人。他伸张了心中的正义，但这种勇敢的行为势必要付出代价。在明代的官场中，得罪上司的人一般都没有好下场，更何况你得罪的是当朝首辅文官的第一把交椅。徐阶的前途没了，他没了翰林院京官的身份，嘉靖10年4月被下放到福建延平任职。但这一次的经历并没有让徐阶就此消沉，反而成就了他。徐阶的新职位是福建延平的推官，主管地方的刑事案件及审计，相当于法院院长兼审计局局长。上任后的徐阶立即开始了工作狂模式，他打开了尘封的卷宗，面对如山的案件，在陌生的城市，他没有助手，没有朋友。徐阶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无助，但他并没有放弃。这个生在浙江长在华亭的上海人，并不是外表看的那样斯文，他小小的身体里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徐阶夜以继日地处理着案件，无论悬案、冤案、历史疑案，都是秉公执法，他也因此深得百姓爱戴。此时的徐阶对自己的政治理念深信不疑，因为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官职，做一个有原则的好官就会成功。这就是他心中的信念，作为一个熟读八股读书人的风骨。在这种信念下，他捣毁了淫祠，修建了学堂，更是写下了学则，以礼教育当地百姓，宣传他从师傅聂豹那里习得的阳明思想。就这样，徐阶在延平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过着。他改革了延平的税银法，整顿了贪污延平银矿的小吏，他亲自率领乡兵抓了120多名游西盗贼。徐阶做了很多实事，明面上延平的吏治变得清明，但徐阶每天依然要面对层出不穷的案子。在某天工作的夜晚，看着眼前这数不清的卷宗，似乎有些疲倦了。他不禁问自己，我做这些真的有意义吗？难道我这一辈子都要在这暗无天日的延平处理这些偷鸡摸狗、男盗女娼之事吗？我抓贪官、建学堂、惩恶扬善，但无论我怎么教育这些百姓，依然有人在犯罪，坏人是抓不完的。徐阶以往认同的观点，那些孔孟之道，那些所谓的圣人圣言，似乎对这些百姓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徐阶的信仰出现了危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徐阶想起了太史公司马迁的这句名言，在这盘名为天下的棋局之中，名也好，权也罢，最终不过一个利字。以往的徐阶从来不会去想，竟然有人能够蛇鼠一窝，盗取国家的银子，因为他太年轻，没有经历过这人世间的丑恶。那面对如此黑暗的现实，究竟要怎么做？他思考着阳明先生理念的结晶，他想做一个好官，以他的才智和理想值得更大的舞台。那什么才是他徐阶的知行合一呢？答案很明显，如果想在这黑暗之中寻找光明，就不能只有满腔热血，既要坚持原则，也要有妥协与改变。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又有什么用呢？普天之下又有几个舍生取义、比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只为国事的于少保呢？他不想做于谦，他只想做他自己。徐阶笑了，以往的自己为了给孔子争封号，为死人争利，不惜搭上来之不易的前途，现在看来是如此的幼稚。张聪没有错，皇帝更没有错，
错的只有他自己。他看透了人性，看透了这天下事。徐阶成长了，他完成了从一个官场新人到老辣政治家的蜕变。嘉靖13年，徐阶调任湖广黄州府同知，在赴任的途中再次升迁浙江学政。嘉靖15年，徐阶任江西按察副使，仕途迎来了转机。在嘉靖年间的官场，江西是个好地方，因为严嵩、夏言都是江西人，在这里可以搭上京城大员的关系。徐阶刚一到任，夏言家族的人就找上门来，希望这位曾经的探花能给他们行个方便。徐阶思考片刻，对来的人说道：“乃公居做主，而以朝属我会，不以尔朝属我进也。”意思就是夏言叫我来是替他管束你们的，不是提拔你们。徐阶并没有借此跟夏言交换利益，他当然明白如果搭上夏言这条线意味着什么。那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我相信大部分人会觉得徐阶是一个讲原则、守底线的好官，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作为一个曾经的天之骄子、被贬出京、历经磨难的政治家，我相信还有更深一层的因素，那就是他并不想把自己的命运跟夏言这棵大树捆绑在一起。复杂才是徐阶的标签。博士夏言族人的话语很快传到了首府大人的耳朵里，夏言很生气，但他同时也知道了在自己的老家有着这样一位难得的人才。嘉靖18年，张聪离世，这位传奇的内阁首辅在病痛中结束了他的人生。同时，皇太子朱载叡出阁，需要属官，徐阶重新进入了朝廷的视野。起初夏言并不看好他，但在吏部尚书许赞和御史冯恩的双重推荐之下，夏言最终同意了吏部的举荐。在离任之前，徐阶在江西做了最后一件事，他要修建一座祠堂，用来纪念他素未谋面的老师王守仁。拜别恩师，徐阶踏上了回京的旅程。此时距离他被下放到延平已经过去了10余年，朝堂早已不是当年的朝堂，他本人也不再是当年天真幼稚的徐探花。明嘉靖2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击碎了大明王朝仅存的颜面。来势汹汹的蒙古铁骑直逼京师，此时一个不懂军事的文官将站在内阁首辅的对面，挽救危局。天佑大明！时间回到嘉靖19年，皇太子出阁，徐阶终于回京，担任东宫显马兼翰林院侍读。当时的东宫云集了全天下的青年才俊，这些人有着一致的目标，将储君培养成一个合格的接班人。在日常的交往中，徐阶慢慢发现，这些同事的主意、心中的理想和自己是如此的相像，因为这些人大多都有同一个标签：阳明心学传人。徐阶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政治资源，来自同学的圈子。这个圈子和那些全部由利益勾结的庞然大物不同，他们很纯粹，充满着史诗感的理想主义。虽然现在这些人官职低微，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是一股无法忽视的力量。徐阶很快成为了这些人的领袖。嘉靖21年，由于在东宫的卓越才能，徐阶升任国子监祭酒。不得不感慨，当年嘉靖皇帝可是在这里的柱子上刻下了8个大字：徐阶小人，永不叙用。而现在徐阶竟然是这个单位的1把手。在国子监，他遇到了一个人，是他生命中的白月光，一生的痛。此人名叫杨继盛。嘉靖22年，徐阶升任礼部右侍郎，第一次进入了实实在在的权力部门。他的顶头上司正是他日后最重要的敌人严嵩。然而此刻杨阁老根本不会在意这个小小的侍郎，因为他刚刚将夏言赶回了家里，权势滔天。礼部是个好地方，嘉靖常年修道寻仙，经常让大臣撰写青词。徐阶抓住了机会，送上去的青词十分切合圣意。他第一次走进了皇帝的视线中。嘉靖24年正月，徐阶改任礼部右侍郎，离开了礼部，来到了另一个可以呼风唤雨的部门。
这里有着大明王朝的人事任免权。同时，吏部尚书熊嘉是王守仁的好友，十分欣赏认真工作的徐阶。年底，夏言已官复原职，徐阶也得以升任吏部左侍郎。43岁的徐阶终于在中央扎稳了脚跟。但正所谓天上浮云似白衣，思绪改变如苍狗，人生总是充满着各种变数，可能顷刻间所有的努力又将付之东流。嘉靖27年，夏言死了，死在了严嵩的圈套中。想具体了解前因后果的朋友，可以移步我之前的视频。当夏言被关押时，几乎所有有良心的官员都在为营救他而努力着。夏言曾经多次向皇帝推荐徐阶，可他却一言不发，不上一书。在同朝为官人的眼中，徐阶从一个努力工作的臣子变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我相信此刻徐阶的心中是悲愤的，但是他又能做什么呢？如今的天下已然已是严家的天下，严嵩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股势力。他们有严世蕃，有陆炳，有裘鸾，还有数不清的门客和贿赂过他们得道升天的大小官员。徐阶呢？靠什么和严嵩去斗？靠着几篇青词，还是那些官职不高的同学们呢？徐阶的好日子到头了，新来的上司待他远远不如前几任老领导，他只能上书皇帝，希望调离吏部。他回到了仕途开始的地方翰林院，任掌院学士，具体工作就是教导科考中的精英庶吉士。徐阶上任后，立刻定下了严格的标准，要求庶吉士以君子之道立身，要读历史，识时务，并且每月设有考题。当时的徐阶并不知道，他的这次经历会改变很多人的命运，甚至改变大明帝国的走向。时间拨回到1年前的科举，一名来自湖广荆州的少年技惊四座。在20年之后，他将用其毕生所学拯救摇摇欲坠的王朝。嘉靖27年，这个少年来到了翰林院，也成为了一名庶吉士。他的才思之敏捷，还有那无与伦比的气魄，徐阶十分惊讶。他看着吏部呈上来的花名册，上面写着这个少年的履历：嘉靖26年科举2甲第9名，张居正。徐阶越发的深沉了。翰林院的工作远没有吏部繁忙，教学之余，徐阶开始发愤图强，撰写青词。被排挤不要紧，只要得到皇帝的信任，他将再次回到熟悉的政坛。不出所料，嘉靖很喜欢徐阶，在他的眼里，这个身材短小的人可能会成为另一个严阁老，但他和严嵩不同，这个人的水平要比严嵩高得多。嘉靖28年，徐阶改任礼部尚书，仍监掌翰林院。他刚上任就遇到了一个难题，皇太子死了，他作为礼部的堂官，负责主持丧事，事情办得很好，既符合礼仪规范，也符合王朝的需要。嘉靖更欣赏徐阶了，这个人有能力，而且办事勤快，又会写青词。嘉靖赐给了徐阶飞鱼符，让他直接在西院办公，伴其左右。此时徐阶已经在皇帝的心中有了一席之地。从夏言被杀到深得皇帝信任，徐阶只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在隐忍着，他看着严嵩府上迎来送往的宾客，这个可怕的政治群体一天一天的壮大着。可他毫无办法，他只能继续忍耐，积蓄力量。东宫的同门，吏部的经历，皇帝的信任，这些还不够，他要等到足以和严嵩正面对决的那一天。但这一天似乎来得有些突然。嘉靖29年，朝政在严嵩的治理下已经荒唐到了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地步。接下来的一件事会将这个帝国的所有问题暴露在全天下人的眼前，那是一次屈辱的战争，史称庚戌之变。嘉靖29年6月，蒙古俺答率兵进攻大同，总兵张达战死。紧急的军报立刻传回了北京，朝廷需要立即派遣一位大将守戍边关，同时传达了蒙古人来犯的真实意图，开通贡市。所谓贡市，即向明称臣纳贡，而后允许外国商人在指定的地点进行交易。由于当时明廷与蒙古的这种共识关系并不稳定，俺答汗为了对付瓦剌，迫切地需要明朝的农业及手工业产品，但明廷害怕土木堡之变重演，加以拒绝，并杀来使。于是
蒙古俺答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想借此逼迫明廷就范。内阁审议着军情，现在需要立即派遣个人过去顶上空缺。首辅严嵩想起了自己手中的大将，现在还复职在家的咸宁侯裘鸾。但当裘鸾提马上任大同总兵之后，亲眼看着数以万计的蒙古铁骑之时，他胆怯了。作为杨阁老的义子，他深得真传，什么都不重要，官帽子最重要。他想出了个绝妙的办法，蒙古人一是抢东西，二是让朝廷签协议。签协议我定不了，东西直接给就是了。他派了手下的亲信贿赂蒙古人，让他们不要打大同，去打其他的地方。这样一来，不仅自己的官位保住了，说不定还可以向朝廷请功，打退了蒙古人。不出所料，俺答退了。就在裘鸾沾沾自喜地写着请功表文时，前线的将士带来了一个令他毛骨悚然的消息：蒙古人的确退了，去抢别的地方了，但是他们去的是北京。嘉靖29年8月14日，俺答一路东行，来到长城古北口附近。虽然明军奋力抵抗，但俺答兵分两路，从西线包抄明军，大明长城守军一路溃败。至此，蒙古以行军至怀柔、顺义，在北京周边一道烧杀劫掠，惨不忍睹。最后，他们在通州停了下来。此时的蒙古人十分不解，他们这一路太顺了，几乎没有任何的抵抗，而且现在距离京师只有20余公里，眼看就可以攻破这紫禁城。这大明朝为什么还不出兵呢？俺答并不想攻城，他只有2个目的：抢劫，还有逼迫大明签下朝贡的协议。明廷并不是不想出兵，而是无兵可用。据史料记载，兵部尚书丁汝奎清点了京师的人马，号称5万之人的大军，一半为老弱病残，另一半则是大臣之家的义士，战斗力极差，实际可用的兵不过2-3千人。听到汇报的嘉靖慌了，他的偶像可是汉文帝，他不想做亡国之君，所以他立即放下了手中的弹药，飞书各路总兵，让他们速速勤王，保卫京师。8月18日，诚惶诚恐的裘鸾带领着大军第一个赶到了。嘉靖可并不知道，如今的局势正是由于他的通敌叛国造成的。现在的裘鸾可是救驾有功，他立即被封为平鲁大将军。可由于来得太快，舟车劳顿，粮草并不充足，战斗力大打折扣，但兵总算是来了。嘉靖召开了内阁会议，商讨如何退敌。他问严嵩眼下的事情该怎么办。严嵩说道：所此抢食贼耳，不足患。意思就是一群恶狼罢了，抢完自己就走了。此时的蒙古人已经兵临城下，在北京周围烧杀劫掠数天。皇帝问你如何退敌，你说无所谓，真应了明史的形容：无他采掠，一意昧上。在严嵩的大脑里是没有国家社稷天下苍生这个概念的。蒙古俺答杀了多少人，抢了多少财，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毕竟蒙古人又不会真的攻城，共事什么的答应就好了。他在乎的只是他严家的权势，还有他的官位。这时，一个平常不为别人在意的人发言了：临城驻扎，杀人如一尖草，怎止成饥饿之贼？没有人让他说话，这是他的主动发言。他在赌坐在龙椅之上的道士还是一个皇帝。事实证明，他赌对了。嘉靖看着徐阶，赞许的点点头。他问严嵩：供书呢？严嵩回道：这是礼部的事，推卸责任。同时，这也是严嵩对徐阶的试探，试试这位想要挽救危局的人有没有成为自己对手的资格。徐阶立即回道：敌寇深入，不答应便会激怒他们，如果直接答应，有失国体，应该与敌周旋，等待援兵。徐阶与严嵩站在了对立面上，这是他自嘉靖9年之后再一次与内阁首辅战斗，而这一次是在皇帝的眼前。徐阶还需要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才能与敌周旋。他对嘉靖说道：这蒙古的文书只写了汉字，没有蒙文，这并不符合两国外交的礼仪。咱们可以表面答应，但是需要重写，并且退到长城以外，
倘若退了，万事大吉；如果不退，这段时间我们的兵马也休整好了，可斩尽来犯之敌。徐阶抓住了别人没发现的细节，加以利用，嘉靖大喜。在如此重要的危机时刻，严嵩作为首辅，说的是满嘴荒唐之言，而徐阶却给出了具体的退敌之策，两者的对比过于鲜明。严嵩突然发现，这个曾经的下属比夏言更加的强大，因为他懂得逢迎胜义，且不失风骨。严嵩自然不甘示弱，这种风头可不能让他徐阶一个人占了。严嵩立刻说道：眼下中外臣民之所望是陛下视朝，既可安定天下，拨乱反正。皇帝很满意自己的臣子，嘉靖最终采纳了徐阶的缓兵之计，开始了属于两国的外交。战争被徐阶拉到了文字上，当大明的兵马越来越多，俺答才发现自己被大明耍了，准备退兵。眼见局势缓和，无论是为国还是为了帝王的尊严，嘉靖下令兵部尚书丁汝回追击敌寇。庚戌之变逐渐走向了尾声。事后，丁汝回因为听信了严阁老不必追敌，天子脚下一旦战败无法掩盖的建议，成为了严党的替罪羊。此次战役，蒙古俺答所到之处狼藉一片，他们在大明皇帝的眼皮子底下烧杀抢掠，无人可挡。株洲县官府所报残掠人畜200余万，这次明廷少有的屈辱，被永远地写在了史册之上，警醒后人。徐阶终于在帝国的中心展现了自己的才能，在危难之际，他秉承着信念，傲然于天地。但庚戌之变真的就此结束了吗？通敌叛国的裘鸾，被抢风头的严阁老，这些人又将和徐阶展开怎样的斗争？明嘉靖29年10月，庚戌之变结束了。徐阶运用自己的智慧挽救了危局，他成为了皇帝身边炙手可热的人物。然而危机却悄然临近，因为那个胆怯的失败者将会发起反击。这是红与黑的碰撞，也是一场宿命的对决。你我可以豁出去争，但总不能动摇了大明的根基呀。事情的起因在于嘉靖第3任皇后的死，他们夫妻2人的感情一向很好，而且早在嘉靖21年10月，宫女杨金英等人谋反，企图刺杀嘉靖，正是方皇后及时赶到，才解救了被绳子勒住的皇帝。嘉靖26年，方皇后去世，世宗感慨道：后救我，而我不能救后。随即下令将皇后按照原配规格的礼仪入葬。嘉靖29年10月，当时蒙古大军兵临城下，可能是亡国的危局令皇帝想起了曾经救过自己命的发妻，他再次下令要将方皇后搬进太庙，和大明的列祖列宗一起供奉，这显然是违反礼仪规定的。作为礼仪部的堂官，徐阶随即上了一封奏书，表示女后不能入庙，只能放到奉先殿，而且现在太庙的牌位已经满了，如果非要入，那就要把仁宗的牌位移出去。这惹怒了嘉靖，当即把徐阶叫了进来，怒骂一通，并且把一同上书的礼部给事中杨思忠杖责，用以敲打徐阶。事实证明，在礼仪的问题上，如果有人胆敢挑战皇帝的权威，是没有好下场的。12年前，严嵩是礼部尚书，嘉靖要将没有做过皇帝的父亲搬进太庙，他被皇帝的明堂货问吓得满脸冷汗，至此变得只会讨好嘉靖。如今的徐阶呢，面对比之前更加乖戾的主子，他想要继续在朝为官，他只能摒弃自己在礼仪上的原则。然而在这些顶级臣子之间的政治博弈中，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严嵩作为朝廷的首辅，这种臣子顶撞皇帝的事情他自然是知道的。庚戌之变中，他已经看透了徐阶这个人能力太强，而且有着扬名门人的头衔当作政治工具，他绝不允许有人的势力能够与其抗衡，所以唯一的方式就是将徐阶这个清流的领袖打入冷宫。在之后的一天，嘉靖在西苑单独接见严嵩时，他们的话题从秦皇汉武谈到江山社稷，最后谈到了徐阶身上。
出人意料的是，严嵩竟然对徐阶赞不绝口，反复夸奖他勤于政事，能够为君父分忧，而且支持皇帝的长生不老大计，青词写得也很好。可突然话锋一转，皆所乏非才，但多二心耳。徐阶并不缺乏才能，但是多了点二心罢了。嘉靖看着这个70岁的老人，他赞同严嵩的意见。所谓二心，表意自然是前几日方皇后入庙事件，徐阶没能第一时间附和皇帝，没有和天子同心同德。更为深层的因素在于明史记载的另一句话：盖其常请立太子也。早年间被下放的徐阶回京后，第一个职位就是当年皇太子的属官。在嘉靖28年，年仅14岁的太子去世后，徐阶曾先后5次上书嘉靖，应该以国体为重，请求立裕王为太子。虽然嘉靖之前多次向大臣们表示过让太子监国，自己退位去玄修，不过这只是他测试臣子是否忠于自己的手段。同时，他听信道士所说的二龙不相见的话术，连儿子都不见，更别谈立什么新的太子了。严嵩这个多了点二心，立即在嘉靖的心中种下了怀疑的种子。我还没死，徐阶就准备另起炉灶了吗？就这样，老谋深算的严阁老只用一句话就粉碎了徐阶在皇帝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使他再次沉入了谷底。徐阶不再得宠，皇帝对他的态度越来越冷淡。他通过打探消息，逐渐发现了是严嵩的问题。看来自己在俺答来犯的时候得罪了这位首辅大人。倘若继续这样下去，那就不仅仅是被排挤这么简单了。之前的下言就是前车之鉴。当年在延平，徐阶就早已看透人性，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好人的。所谓好人，教你好，然后就拼命的对你使坏。严嵩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要修复与严嵩的关系，为了活下去。他将自己的孙女嫁给了严世蕃的小儿子，这令严嵩大喜过望。在他看来，这是徐阶在向自己妥协，解决眼前的危机。徐阶现在要做的就是重新获得皇帝的信任。他更加注重青词的创作，同时他对皇帝身边的太监十分尊重。于是在太监们每日的夸奖中，嘉靖重新接纳了徐阶。嘉靖31年，皇帝钦点徐阶以礼部尚书加东阁大学士入阁。皇帝认为徐阶被自己收服了，会像严阁老一样完全听从自己的命令，并且这个人能力很强，可以替自己工作，当然还可以作为清流制衡严党。严嵩认为徐阶认输了，成为了自己的儿女亲家，但只有徐阶自己知道，他还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想。虽然此刻他已经变成了谄媚君主逢迎下作的小人，但他要的不仅仅是内阁赐府的位子，他所做的一切皆是为了拨乱反正，为了那句以微服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隐忍和沉寂从来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需要逐步瓦解严党盘根交错的势力。于是在等待2年之后，徐阶选好了他的第一个目标裘鸾。庚戌之变后，裘鸾提督经营荣政，一时风头无二。究其原因，嘉靖对于救过他命的人，无论是皇宫着火救他的发小陆炳，还是后来解决人因宫变的皇后，他都会卸下防备，几乎完全的信任。嘉靖赐给了裘鸾金书，裘鸾说的话他就没有不听的。恃宠而骄的裘鸾做了他此生最错误的决定，他打算抛弃提携他的严阁老，这也是嘉靖中后期诸多佞臣的选择。他跳过严嵩，直接上书皇帝，希望彻底解决边境蒙古人的问题，在大同开通马市，即蒙古人给大明马匹，明廷给蒙古货物。在裘鸾看来，这是一劳永逸的做法，嘉靖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全然忘记了当年他的先祖们血泪的历史。事实证明，裘鸾可能是一个好的武将，但他在政治上没有一点头脑。马市开启之后，蒙古人经常以次充好，甚至有时候连马都不给，直接抢走明朝商人的货物。边界越来越乱，财物丢得越来越多，局势已经无法控制。眼见裘鸾并没有将边境管理好，嘉靖下令让他交出边防大印，回京候审。裘鸾已然失势，这时暗中观察的徐阶终于做好了准备，他秘密上书写下了裘鸾的种种罪行。至于徐阶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的细节，
一是裘鸾在军中十分骄横，引起了诸多武官的不满；二是当年贿赂俺答之时，裘鸾是大张旗鼓，在陕西的诸多官员都知道裘鸾的卖国行为，只有皇帝大人还不知道。嘉靖看着徐阶的奏书，气急败坏，他叫来陆炳，命其彻查此事。把持朝政的严阁老听说背叛自己的义子要倒霉了，也不想作弊上官。他的做法十分阴暗，他打算将徐阶在庚戌之变中的神勇表现与裘鸾的叛国行为联系在一起，打倒这个潜在的威胁者。然而当他组织语言准备面见皇帝时，他看到了那封来自徐阶的密书。严嵩失败了，自从他成为首辅之后，还没有人能够夺走他的权势。现在这个人出现了，严嵩的一生都在为了上位而努力着。这种万人之上的感觉，仿佛戴在手指上的魔戒，将其牢牢地禁锢在这权力的深渊。什么儿女亲家首辅为孙，只不过是徐阶麻痹自己的手段。他今后将动用所有的力量，彻底压垮徐阶。嘉靖年间的内阁，由于皇帝疏于政事，首辅几乎拥有无限大的能量。自从此事之后，在政策上，无论徐阶提出什么意见方案，总是被无理驳回。而面对这一切，他毫无办法。严嵩拼命地想将徐阶赶走，但现实并不如他所愿。这个人实在太过小心，不犯任何错误。如果说现在的徐阶与严嵩相斗，只是政治上想击败严嵩，为了上位达成目的。然而一个人的出现会彻底地改变徐阶，让他下定铲除严党的决心。再过500年，这个人的名字依然耀眼。此人名叫杨继盛。杨继盛家境贫苦，后来刻苦学习的他进入了国子监，结识了当时已经是国子监祭酒的徐阶。杨继盛很用功，徐阶十分欣赏他。嘉靖26年，杨继盛考中进士，但他的成绩一般，因为这届科举的阵容实在太过豪华。张居正、李顺芳、王世贞等人皆是同期，他并没有被选上前途无量的庶吉士，成为翰林，而是到南京吏部任职。嘉靖29年，杨继盛升任兵部车驾司员外郎，但不久之后，因为裘鸾开马市一事，上书皇帝，被贬狄道。他是一个勇敢的人，被贬之后，他也并没有埋怨时运不济，而是信奉自己为官一方的理念，在当地被称为杨父。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不久后，裘鸾被徐阶揭发，嘉靖想起了这位勇敢正直的大臣。起初，杨继盛复任为知县，而在短短1个月之内换了3个地方。最后，他来到了兵部武选司。杨继盛并不知道，他已经被一双眼睛盯上了。他能够升迁，完全是严嵩的一手操作，因为他曾经上书参过裘鸾。严嵩想让这把剑为自己所用。可这种企图腐蚀干部的行为是在给严党挖坟，因为杨继盛从来都不是一个会被利益收买的人。在武选司，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朝廷的腐朽。武将的升迁并不是因为战功，而是靠贿赂。同时，严世蕃不停地拉拢，令他感到无比的恶心。嘉靖32年正月18，杨继盛看着日益衰败的朝堂，他做出了决定，他准备终结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他要弹劾严嵩。与其说避其功于一役，倒不如说这是一次死谏。因为杨继盛只是个来自农村并不聪明的普通人，他将用自己的生命作为筹码，站在王朝未来的赌桌上。他拿起笔，写下了这篇请诛贼臣书。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卓不次，夙夜之去，司徒报成，盖未有急于请诛贼臣者也。方今外贼为俺答，内贼为严嵩，未有内贼不去而可除外贼者，请以嵩10大罪为陛下陈之。杨继盛列举了严嵩的5件10大罪状，无不是欺君罔上、残害忠良、无恶不赦之死罪。嘉靖收到了奏书，同时立即将杨继盛关进了监狱。当严嵩得知一个因为他才能升仙的人竟然敢弹劾自己的时候，他有些害怕了。嘉靖32年的严嵩已经70多岁了，虽然身居高位，但他也逐渐变成了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可他的儿子严世蕃却不同，因为在严世蕃的眼中，杨继盛还不配做他的对手。
明史原文记载，严世蕃将自己比作天下三大奇才，其他2人分别为锦衣卫都督陆炳，还有即将升任兵部尚书，在边境立下战功的杨博。现在还应该加上一个内阁次辅、东阁大学士徐阶。严世蕃看完奏书，对他的父亲说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与此同时，徐阶也看到了杨继盛的奏书。严嵩从入阁到现在10余年，参他的人不胜枚举，但这一次可以称之为最猛烈的弹劾。徐阶惊叹于杨继盛的勇气，因为他做了自己不敢做的事。而且奏书的末尾写道，大学士徐阶作为次辅，承蒙圣恩，却不敢执政，也有复国的嫌疑。所有人都知道杨继盛是徐阶的学生，这句话足以让徐阶置身事外。徐阶叹了口气，看来自己的学生是奔着死去的。愿陛下听臣之言，查嵩之间，或招狱警2王。读完这句，徐阶的神经瞬间紧绷。嘉靖只有2个儿子了，裕王比景王年长几月，100年之后，裕王就是大明朝的新皇。换做别的皇帝也许不会在意，但嘉靖不同，他十分迷恋皇权，自己多次上书立裕王为太子，皇帝都没有同意。他有极大的可能会认为是裕王指使了杨继盛，借弹劾之名做以下犯上、图谋不轨之事。事实正是如此。当皇帝的口谕询问杨继盛为何要写上2王时，杨继盛也反应过来了，自己的无心之举可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所以他立即大喊道：“如果不是2王，又有谁惧怕严嵩呢？”他打消了皇帝的顾虑，但危机还远远没有到来，因为严世蕃不可能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一直想做裕王的文章。原因在于，其一，裕王和皇帝的关系并不好，打压裕王可以提升自己一党的政治地位；其二，裕王生性仁厚，而且与徐阶等人走得很近，将来如果即位，自己这一党一定会被裕王清算，所以无论是为了当下还是未来，严世蕃需要做的就是把裕王指使杨继盛这件事情变成现实。他打算和嘉靖17年构陷夏言一样，找到锦衣卫的头头陆炳，因为此时杨继盛正被关在锦衣卫诏狱，篡改一下口供太简单了。他传达了父亲的意思，裕王景王身居宫中，怎么能知道我的事情？杨继盛又怎么可能知道2王会知道我的事情？这里面必有蹊跷，还望陆兄深究此事。陆炳表面答应了严世蕃，可嘉靖32年的陆炳心态早已发生了变化。在外人的眼中，他是严党的核心，是他们横行天下的爪牙，可在陆炳的内心深处，他依然只为一个人服务，那就是他从小玩到大的朋友朱厚熜。虽然陆炳也是个贪官，但他没有必要为了利益把皇上的儿子拉进去，而且他的心腹沈炼也因为弹劾严嵩被流放塞外种田，终日以骂严嵩为乐。陆炳也想做一次真正的自己。正在他纠结的时候，徐阶上门了。为了保护学生和裕王，这件事情您要多加小心，因为一旦牵扯到皇子，要以江山社稷为重，多说无益。徐阶、陆炳都是猜测人心的高手，这些话分量足够了。于是在陆炳的授意下，诏狱的看守并没有为难杨继盛。之前嘉靖发怒要对杨继盛廷上100，由于陆炳的关照，锦衣卫下手时轻了许多，不然这100棍子下去，杨继盛怕是一命呜呼了。虽然没死，杨继盛还是被打得血肉模糊，而且被转出了锦衣卫诏狱，关进了刑部大牢。此时的徐阶正在为营救杨继盛而努力着，他是杨继盛的老师，不可能明面上书，一个不慎就会被严党利用，所以他找来王士祯等人，他发动多位大臣上书释放杨继盛，但皇帝并不理会。一个杨继盛，其实严党是不在乎的。此刻严嵩抓着他不放，就是要做裕王的文章。徐阶没有办法了，他不能眼看着大明的储君就这么被构陷。他来到了严嵩的府邸，皇上只有2个儿子，一旦深究，那肯定不忍心问罪这2个儿子，必定会让其左右属僚顶罪。您为什么要跟王府的幕僚们结怨呢？这是一种忠告，你们别想着牵连裕王了，皇上不傻，
可惜严嵩并没有表态，他不会被他的政敌所左右，而且现在陆炳显然指望不上了，他们只有亲自动手。上书弹劾并不是什么罪名，严嵩授意刑部侍郎王学义以假传亲王令旨处死杨继盛。然而刑部郎中史绍斌坚决反对，严嵩立即下令把这位郎中逐出朝廷，并且带话给刑部尚书何敖，如果你不同意，这就是你的下场。何敖没有办法，定罪的文书送到了皇帝的手中，可皇帝却迟迟不批。徐阶说的没错，嘉靖不傻，事实证明他依然是那个掌控全局的人。在皇帝的眼里，杨继盛是一个为死搏忠名的人，他不可能让这种人得逞，去毁坏自己的名声。他当然知道严嵩的问题，杀了杨继盛，严党的势力将会进一步扩大，这并不是他想看到的。因为拥有权力最大的人没有同意，事件暂时得以平息，杨继盛开始了在刑部大牢的生活。目前没有人是胜者，徐阶也好，严嵩也罢，都是皇帝制衡的工具。时间来到嘉靖33年，徐阶的头衔又增加了，他加任太子太傅，任武英阁大学士。彼时东南沿海倭寇横行，因为在4年前庚戌之变中的卓越表现，嘉靖认为徐阶是个军事家，而且老家华亭也正处于倭寇的漩涡之中，所以他经常叫徐阶到西院探讨国事，但这也仅限于工作。和每天陪伴皇帝修道的严嵩、陆炳、朱熹中等人相比，徐阶只是近臣而非心腹。杨继盛在刑部的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他在陆炳的帮衬下写下了年谱，让我们有机会知道他做过如此伟大的事情。嘉靖34年，诸多不满严嵩专权的大臣依然在为营救杨继盛而努力着，因为他是没有罪的，为什么要关在刑部的大牢？他们发动各路言官上书，要求释放杨继盛。严嵩想要妥协了，他想起了徐阶对他的忠告，努力了这么久，想牵连誉王是不可能的了。但他的党羽们却并不同意。大贪官燕茂卿说道：“这是养虎为患。如今杨继盛负海内众望，还是徐阶得意门生。如果徐阶一日当国，继盛辅佐他，我们所有人都得滚蛋。”严世蕃也附和道：“爹如果救他，那我们整个严家都会成为砧板上的鱼肉。”就在严嵩犹豫不决的时候，他的义子赵文华送来了一份前线的奏书，内容为构陷闽浙总督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二人的罪名，分别是养寇不战、嗜酒误事，而且写道前线取得的大捷都是他赵文华和胡宗宪的功劳。在严党的眼里，奏书上的两个人已经是死人了。如何杀杨继盛，严党的天才们已经替阁老构思好了，只需要在这份奏书上加上他的名字就可以了。因为皇帝在盛怒之下是不会注意到这个小小的笔误的。摆弄权术的皇帝最终成为了权力的木偶，这才是真正的养虎为患。不可否认，嘉靖是大明朝自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后掌控军权最好的皇帝，但其为政后期思想行为模式几乎被严世蕃、陆炳、徐阶等人摸透，导致朝廷政务凋敝，各级官员不能以政事优先，多是在进行自保和内斗。嘉靖34年10月，杨继盛和张经、李天宠等9人一起被砍头弃市。徐阶看着学生的尸体，他终于下定了倒严的决心。这么多年来，他救了很多弹劾严嵩的人，沈树、王宗茂、赵瑾都在他的帮助下免于一死，可唯独他的学生他没能保护。面对这个出身农家的人，这个简单的人、正直勇敢的人，他无能为力。夏言、沈炼、杨继盛这些名字在徐阶的头脑中闪现着。从嘉靖19年回京到现在，他一直在隐忍，他不敢与严嵩正面对抗，他没有证据。但现在不同了，杨继盛本身就是一次死谏，他用自己的生命为严党敲响了末日的丧钟。徐阶也终于领悟了对付敌人的秘诀，全天下能杀严嵩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皇帝。在未来的某一天，徐阶将会用同样的方式击溃严党，这叫做以眼还眼，加倍奉还。子时前拼了命，老夫也要把奏书送到皇上手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喜欢，可以点赞加关注，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